婚姻中的錯誤可以變成學習嗎？那天晚上，我被他輕輕地叫醒，睜開眼，只見他坐在床邊，雙眼泛紅，像是剛哭過。他的聲音有點沙啞，但語氣卻異常平靜。我知道你最近很努力，但我已經不是以前那個我了。這句話像一顆石頭投進我心湖的最深處。你有過這種感覺嗎？明明你們正在努力重建，但有些裂縫就是像裂過的瓷器一樣，補好了，卻永遠不再如初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識到，婚姻中的傷痛不只是需要癒合，而是需要轉化。但痛苦怎麼可能變成力量？錯誤怎麼可能變成禮物？背叛、冷漠、誤解，這些經歷過的人才懂得重。但就是這些傷痛，若你願意正面看見它，穿越它，它可以讓你和配偶成為比以前更堅固的伴侶。讓我們一起來走這段不簡單，但絕對值得的旅程。錯誤是毀滅還是轉機？在一次婚姻輔導的聚會中，一位中年男子分享他的故事。他外遇被發現後，整個家庭一夕間崩盤，他太太當場收拾東西搬回娘家，女兒拒絕接他的電話。當我們以為這是另一段悲劇的開始，他卻說，是我犯了錯，但這個錯誤卻成了我人生第一次學會怎麼愛。聽起來像是自我安慰，還是後悔借口？他繼續說，他花了1年多的時間，不只是向太太道歉，更是重新學習什麼叫尊重、傾聽、承擔。他開始每天寫信給太太，不是求原諒，而是誠實分享自己在學習什麼。他不斷從過去的錯誤中找原因，拆開自己的防禦，甚至去了解為什麼當初他會選擇背叛。不是每段婚姻都有 happy ending， 但他們的婚姻從毀滅的瓦礫中慢慢建起了新的模樣。他說，那不是修補，而是重建。我們已經不是當初的我們了。謝謝那場災難，讓我終於長大。我們以為婚姻要靠避開錯誤來維持，其實婚姻真正的力量是懂得如何從錯誤中學習。錯誤不等於失敗，痛苦也可以說話。在現代社會，我們很容易把婚姻看作一場表現秀，秀感情，秀恩愛，秀彼此如何契合。但真正的婚姻是2個不完美的人，每天在學習怎麼一起生活。錯誤不是如果發生就完了，而是一旦發生，我們怎麼面對。一位女企業家說過，她曾經用工作逃避家庭，最後丈夫提出離婚，她以為自己要失去一切。但離婚協議書擺在桌上時，她問自己一個問題，這段婚姻真的只剩失敗嗎？她沒有挽回對方，但她重新找回了自己。在這段關係中，她學會了誠實與界限，也第一次體會到犧牲不是愛，真正的愛是願意被看見，願意改變。她說，我沒救回婚姻，但我救回了我的靈魂。婚姻中的錯誤不是只有成功挽回這一個選項，有時它讓你認識自己，有時它使彼此長大，也有時它雖無法挽回婚姻，卻讓未來的你有了真正去愛人的能力。傷痛的4個階段：看見、承認、轉化、祝福。傷痛無法速成療癒，它就像一道開放性的傷口，需要時間、空氣與誠實。婚姻中的傷痛特別複雜，因為它不只是我受傷，更是
我愛的人傷了我，甚至我傷了我愛的人。一，看見傷痛，不再假裝沒事。你曾經這樣安慰過自己嗎？他不是故意的啦，我不要太敏感。家庭最重要，先忍下來再說。說出來又能怎樣？只會讓情況更糟。這些話表面看是成熟體貼，其實是在把傷口推進心裡。真正的第一步是誠實面對你的傷，不管是冷暴力、語言傷害、忽略還是背叛，都值得被看見。二，承認真相，我也曾是加害者。這一步很多人卡關，尤其當我們處在受害的位置，很難承認我也有責任。但你知道嗎？即便你不是主因，在一段關係裡，我們總有可以反省的地方。或許是冷漠，或許是逃避，或許是忽略對方的感受，甚至是放任自己不再經營。承認不是責怪自己，而是打開一扇門，讓改變得以進入。三，轉化經驗，讓痛苦變成學習的養分。當你開始誠實看見和承認，你就準備好轉化傷痛。這不是一夕之間的頓悟，而是一次次的小練習，懂得對自己溫柔一點，學會更健康的表達情緒，重新建立價值觀與界限。有人說，每一次婚姻的危機，其實是一次成為更成熟的機會。四，祝福彼此，從計較到釋放。最後一步是選擇祝福，不是嘴上說我原諒你，而是你真的不再抓着錯誤不放，不再在吵架時把過去翻出來，不在內心咀嚼那句傷人的話。這一步最難也最自由。它不是忘記，而是選擇，我不再讓過去控制我現在的心。你可能會說，道理我都懂，但我就是還在痛啊。這是真的，因為情緒不是邏輯，而是生命的反應。情緒不需要被解釋，它需要被陪伴。這裡有幾個提醒給正在痛的人：你不是軟弱，而是正在痊癒。你的感覺不是錯的，它只是訊號，不是命令。不用急着放下，先學會擁抱你自己。不要一個人走這條路，讓可信的人陪你一起走。結語：痛過的愛更深。有一次，有人問我，如果可以回到從前，你還會走進這段婚姻嗎？我想了想，回答：如果結果是一樣的，我現在，也許我還是會，不是因為我享受那些痛，而是因為這些傷使我們從兩個獨立的個體變成了真正的伴侶。它讓我明白什麼叫選擇愛，而不是感覺愛。傷口若被好好照顧，不會只是疤痕，而會成為故事。關於你們如何從失敗中站起來，如何在眼淚中學會深愛，如何把錯誤變成了學習，把傷痛轉化為力量。這段旅程雖然艱難，但它值得，因為婚姻的重建不只是回到過去，而是邁向一個更真實、更深厚、更有力量的愛。